我叫宋杰，我跟亚代尔相处了将近2年了。我喜欢胖胖的女孩，我现在女朋友是我前女友介绍给我的，在我交往的女孩这种每个都是差不多200斤以上的，我就感觉胖胖女孩就是漂亮，哎，我心里特别的满意，好看。后来宋杰吧，他又发现我在7年前还跟一个女孩在一块儿，而且还有一个孩子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事不大对劲，因为你这个小女孩我怎么看跟亚代尔是特别的像。亚代尔她一直骗我，喜欢说谎话。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她这个事儿，那毕竟是跟她在一块儿之前的事儿，我不想让她伤心，才隐瞒这个事实。前段时间呢，亚代尔就跟我求婚，我能不能把我这一辈子托付给他？我真的该好好的想一想。爱上样啊，爱的疯狂，他们相互摘不去无妨。情感由不得沙子，但是在我们的情感里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沙子？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请出第一对嘉宾朋友，来有请。男嘉宾亚代尔31岁，来自山东特型演员，年收入10万；女嘉宾宋杰30岁，来自山东自由职业者，年收入3万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宋杰有点紧张是吗？上场之前聊天就说，怎么憋得慌？让他气的，这2天有点胸闷了。又有胸闷了哈。说说他怎么气你的吧。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了我，光知道就4、5次了，不知道的还不知道具体有多少。在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了几件事儿，一个是说他有一个女儿是吧？是的。这事儿过去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是在他的手机里发现的。对，08年的一张照片，上面写的是幸福的一家。我说这是谁呀？他说这是那个女的丹丹的女儿。我说丹丹是个离婚的女人吗？他说不是。我说那她跟谁有的女儿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是不是跟你有的？他说我不知道。那个孩子到底是你的吗？因为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确定。你不敢确定？曾经在一起分手过2年，1年半到2年。从后来他又找到了我。找到了我，当时他说这孩子是我的。你好糊涂啊！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？因为中间你分开一段时间了嘛。你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故意在骗你，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对，我真不是故意在骗他。如果我告诉他那是我的，那万一是不是呢？这件事儿你非常介意，对不对？是介意他有女儿这个事实呢，还是说介意他瞒了你这件事情？对，都介意。你觉得那个孩子是他的吗？是的。为什么那么肯定呢？那个照片很明显，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基本是特别的相像，对不对？跟他长得特别像。对。我们看一看好不好？是的，好的。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哈，这是原始照片就写的全家福是吗？对。我看你在照片上挺开心的哈，跟你孩子亲吗？有好几年没有联系了。那这个孩子现在多大？现在是7岁。现在7岁了。对。那你也不清楚她是不是你的女儿？因为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她任何事实真相。如果提前告诉她，因为我很容易害怕失去宋杰。我必须要把那边事给处理好。你现在怎么处理的呢？我必须跟那边分手。分了吗？现在是已经分了。你净说谎！你分了前天还发信息说你老婆发的信息，什么写的什么老公我想你。他给我打电话，要不要脸？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只是为了孩子的事儿。什么孩子？孩子叫老公啊？要不要脸？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只是在问孩子的事儿。每次这样问，你从来都没有承认的时候，一次一次的骗。是宋女士，是她经常会这样吗？很多啊，就包括介绍我们2个认识。就是这个女人吗？还是有很多？还有包括我们2个介绍我们2个认识那个大姐。当初介绍认识的时间，我只觉得这个姐不错，后来才知道那个老女人是情人关系，比她大10几岁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按理说你不会知道啊。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嘛。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以后，那时候估计晚上差不多有个凌晨1点左右吧。
然后离得近的都打车回家了，就我，还有他介绍人，还有鸭蛋，我们3个人在宾馆开的房间。因为我自己一个房间，我以为当时他开的是3个房间。我不知道他只开了2个房间。早晨大约7点左右嘛，我就叫他们起床，一会儿走吧。一开门发现他们2个在一起，他们2个睡在一起。他说那个女的喝多了，意思逼着他跟他在一起睡的。我具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头天晚上在一块喝酒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也很明白。我就喝了1杯，我也没喝多。对啊，他喝酒你知道吗？他喝酒喝多不多我不管，但是没多呀，没多吧？我们喝的几乎都差不多，我跟他喝的。你敢说你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吗？不知道还跟人睡觉？基本上差不多快好醉了。不知道还绕跟人睡觉吗？装醉吧你！我不是装醉，当时我也没办法，知道吧？为什么没办法呀？人家逼着你没办法。是这个问题。他把小杰介绍我以后，他又反悔了啊。他一贯是就这样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每次喝，包括跟他认识到现在，每次都是喝完酒。啊，就是你们不能喝酒。对呀。你们要喝了酒就麻烦。对呀。难怪那孩子你也不知道是谁的。我就感觉你特别可笑，真的。这个已经算有点劣迹斑斑了哈。还有吗？还很多。还有哈。天天就是包括你白天对跑组很累，我很体谅。晚上回家以后，一上网就开始一些女人就开始找他了。人家都有经纪人，为什么找你呀？你怎么那么吃香呢？是吧？为什么人家都找你？我只是给人家工作方面的事情，又没有其他的。对呀，是你喜欢胖的，为什么只有胖的找你呢？怎么瘦的没有找你的呢？瘦的也有，但是很少，因为包括我那个网友里边极少有瘦的。瘦的我几乎我都踢出去了。瘦的你都踢哈？对。哎，为什么特别喜欢胖女孩？反正我看见胖人比较是，包括说话了什么的，比较顺眼嘛。你现在想跟他结婚了是吧？对。但是你觉得过不去是吧？是的，这脚踏多少只船呢是吧？到底几只？我知道就3只。不对啊，你们只讲了2只啊。单是1只，介绍人是1只。那我们这不是三角关系吗？你把自己也放在1只里了。这不算1只吗？对。是3只他如果是在哄我的同时，他肯定也在哄别人，是吗？所以你觉得特可怕？对，是的。啊，那你干嘛还跟他交往啊？他就是脾气挺好的，对我一直都挺好的，什么都由着我。什么都由着你？我脾气特别的不好。啊。对，然后我们2个一吵架，我有的时候动手打他。你还打他？对，是的，我打他几下或者骂他几句，他不还口不还手那样的。我觉得，对我还是算是百依百顺吧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把所有的事儿都给他说清楚啊，因为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他。那宋杰哪里吸引你，让你觉得一定要把这一辈子就是他了？不管我晚上去现场拍戏，他就给我打电话，到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就知道我是有没有吃饭，吃完饭以后他就会在家给我做好饭等着我。知冷知暖。对。还有吗？还有他的那个身材，我感觉很好，在我心里美，很美。啊，小宋，你这次来是准备说我们就此就分手呢，还是我再观察一下？我本来就是一个单亲家庭，我不想让我以后的孩子走这条路。是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说处朋友可以是吧？但是要托付终身给他，其实我也没有考虑清楚。不知道。对。很迷茫。是的。一个要挽回他心爱的女人，一个因为过去的历史或者叫情史的隐瞒而不能够谋取信任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，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宋杰对吧？是的。明明知道是一个骗局，为什么迈不开离开的脚步呢？就因为他对我太好了。就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是吗？总由着我，不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说这些话？你觉得我是一个不自信的人，对吗？一个真正自信的人，首先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。允许对方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伤害自己的人，不算是很自尊的人。一个男人，一边写着幸福一家人，另一边预备跟另一个女人求婚，一边跟介绍人介绍的女孩处朋友，一边跟介绍人号称酒醉上床。哎，这种男人天诛地灭。我就是觉得
对我好，他对我好，什么都由着我，并不是说我不是一个自信的人，也不是这样。所以我现在我这个胖也不是为他胖的，我自己也在努力的减肥。我会发现，所有比较胖的女生都有个公共特质，就是在爱情中能付出的特别多，多到让我看了心疼。这个跟胖瘦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因为你知道，胖女生更难得到肯定。一个男人由衷的跟她讲，我就喜欢你胖，你胖变成了优点，那些瘦的我还就不爱。其实对胖女人是一个极大的内在肯定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很多时候她要找的不是这个人，她要找的是一个肯定自己的男人。如果我女朋友，她刚刚说过她会动手打他，她脾气这么暴躁，如果换作是我，开玩笑，要是我那如果他不做错，我怎么能打他呢？对吗？他不做错，他不一而再再三骗我，为什么要打他呢？你现在讲话，包括你所有的态度，都表现出你的个性。对，我是脾气不好，我承认，我当然承认我脾气不好了。因为脾气暴躁的人，一个人他就是不敢被脾气暴的骂，甚至打，他就会隐瞒。但是我想说，每一个人都要去从自己去找缺点，去改进，你们才可能继续在一起。如果只是骂对方，我觉得你们不用在一起。鸭蛋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外形虽然很。你就不需要去找这么多女人来证明自己。宋杰也是需要得到人家肯定，也是不够爱自己。这是心理老师给的一个建议，学会爱自己，学会肯定自己。万老师不太同意他们的看法。不同意哈。夏老师认为小伙子自己拎不清、搞不清楚，所以他喜欢胖子。他不自信那是。问这个宋杰，他如果真的悔过了，你愿不愿意跟他结婚？不知道。我来帮你回答。这个世界，如果一个女人不给自己的感情画一个底线，那么一切都可以被原谅。这个底线就是起码要1对1。如果1对1都做不到，谈什么恋爱？那既然黄老师这么冲动，我就请教夏老师，为什么宋杰会这样？就是你看，我这2年我都忍了，对不对？恰恰在对方提出说，你嫁给我吧，我愿意改过，你嫁给我的时候，他怎么反而退却了呢？他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毕竟没有是谈到终婚大事，他觉得哪怕是玩或在一起，他觉得很开心。但是今天你自己想想看，今天你跟一个人处在一起，然后突然我今天说，从今天起你要跟他黏在一起。如果他今天没缺点，他一定会说好。他有缺点，他说我会要跟这种人在一起吗？不会的。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说，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前车之鉴。他没有跟丹丹道过歉，他跟当当有一个女儿，是人都知道那是他的女儿。他对那女儿7年负了4年责，他认为很了不起。他跟丹当到现在为止还在黏黏糊糊的发着以老婆为称号的一个姓，但他却在这里跟另外一个女人求婚。这样一个男人，他居然毫无羞愧的站在这里。当万峰老师替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还露出笑容和那种获得支持之后的得意感。是谁给了他得意的权利？是你们这些不敢对他说不的女人。不是说不敢对他说不，而是我觉得他对我也挺宽容的，对我确实挺好的。你为什么到现在你会站在这里？我敢说，因为你以前是能拖就拖，当他求婚之后，这个截止点
你的人生的停损点被置顶在那儿了，你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其实你心里是明白这个男人不可嫁的。自己也在犹豫，但是他对我确实挺好的，可以说回到家里就是百依百顺。道理都明白，想做觉得特难，是吧？有很多的害怕，是吧？有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关心和体会我？张先生做的很多事情是错的，有瑕疵的，这个实际是让你意识到，他现在对你有这么大的愤怒、有怨气是很正常的。那你能不能实心实意地告诉我们说，在你的这个情感过往里面，站在你对面的这个女性排在第几位？排在第一。今天两个人都没有带自己的亲朋好友来，那我们听听现场这些观众朋友的意见。来，踏浪旁观者清。你就是重庆来的热心观众哈。在我眼中呢，这个鸭蛋先生呢，就是一个不负责任、谎话连篇。因为我特别是感觉到，就是他说那个孩子的问题啊，我觉得要搞清一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，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啊。但他一直这么多年了哈，那小孩好像都7岁了，他说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就所以我就得出这么一个判断。但是呢，对于那个宋洁女士呢，我个人的感受啊，我给你点建议。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你就当机立断，要么给他分，要么呢就跟他结婚。结了婚以后啊，有了法律的保障了，你就能够更管住他。所以我就给你这么点建议吧。快刀斩乱麻，对，不要再肉肉乎乎了。哎，对啊，最后的决定你们自己拿。来，进入我们的黄金60秒。大家是希望你原谅我的过去，而我想重新开始，希望你能相信我，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现在就想回去好好的减肥，瘦下来，然后呢，我再考虑一下，我们之间到底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办？没了。没了。为什么要减肥呢？不想这么胖，我不可能为他一个人喜欢我就这样胖着，因为我现在身体本来就不大好了。减肥主要是为了身体是吧？是的。这算是一个内心的表达了哈。我要再考虑。现在我请2位走回到原点。来，请关门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们还看好这份感情，你们就选择让他们订婚；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感情真的你们不看好，那你们就选择让他们分手。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请表决。现场23.40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应该订婚，70%多的观众朋友就一点都不看好。他们自己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呢？来，一起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